战总什么时候过来的？凤晴问了句。刚到不久，听说你住院，便跟着我们一起过来看看你。战印骗了老婆，说要出差，其实是来了江城，看看江城的情况，再跟大姨姐商议一下怎么做，他才会回管城。时间就是2-3天吧，不能待太长久，免得海童发现了。凤晴笑了笑，说道：战总有心了。严格来说，比战印还小几岁的他，是战印的长辈了，因为他是海童的姨婆，战印理应叫他姨婆。晚辈来看望一下长辈，表表孝心也是可以的，哪怕大家心里都清楚是怎么回事。若不是他给海林通风报信，管城那些人不会对他这般友好，就是对他友好，也依旧防着他。凤晴也理解，换成是他做的还不如管城那些人呢。那我等等你们。好，等会儿见。乔涵结束了通话，凤晴则是对方瑶说道：咱们赶紧吃，乔少他们在来医院的路上。战印来了，你知道吗？方瑶答道：听到了，刚知道。他过来不会有太大的动静，我没有跟你说。凤晴默了默后说道：虽然我妈还没有动作，但是随着管城那边的人来得越多，我越是紧张担心。碍了口气，他继续说道：怎么说都是我的亲妈，我还是希望她好好的，只是杀人偿命，母亲害死了大姨一家，小姨也不放过，为了上位，手上沾满了鲜血，上位后对待族人也不好，早就让大家不满。虽说过了40-50年，以前的事未必能让他母亲被判死刑，却能让母亲身败名裂，他又不与母亲一条心。到了结束的那一天，凤晴挺担心一生好强的母亲可能会选择以极端的方式离开，该来的总会来，逃不掉的。我想替他弥补，没多大效果。他本人不是想弥补，只想着灭口。凤晴说着再次叹口气，随即又说道：顺其自然吧，我反正努力过了，尽了我当女儿的心。吃饭，乔涵他们要过来了，总不能在人家过来时他在吃饭吧。与此同时的凤家大宅，这几天凤家大宅的气氛都不好，感觉气压特别的低，所有人做事都是小心谨慎的，走路都不敢大步走，生怕脚步大了弄出声响，惹怒家主。凤家主也没有回公司，总是待在家里，有时候坐在沙发上发呆，有时候在书房里一待便是一整天，一天的3餐都是管家给他送进书房里，而且他吃的很少，管家想劝又不敢劝，只知道杜先生来一次，家主的脸色就凝重几分。这2天族里有些人时不时又制造麻烦，家主有时候懒得理，有时候发狠把那些找麻烦的族人骂一顿，甚至让保镖教训他们一顿。这种粗暴的处理方式反而让家主在族人那里越发的不讨喜，积怨更深了。杜先生又来了，管家请着杜先生进屋，看着杜先生旁若无人，像回自己家一样自顾自地上楼去。管家在心里叹了口气，郑先生都没有这样的自由，郑先生还是家主的丈夫呢。不过家主更信任杜先生，那是家主一辈子的助理。郑先生因为出轨的事，在家主那里已经没有了地位，要不是夫妻俩有几个孩子，为了儿孙考虑，可能都离婚了。杜先生上楼后径直来到了书房前，他敲了敲门，得到了凤月的回应，他才推门而入。凤月居然在书法练字，杜先生走到他的身旁，看着他写的字。怎么样？凤月问道。我的字。家主心不在焉，写的字也跟着心不在焉的。家主还是停下来，别浪费笔墨了吧。杜先生是唯一敢在凤月面前肆无忌惮地说话的人，他说的也是事实。家主现在心神不宁，一颗心早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又哪能安心练字？写的字不好看，
大失水准，岂不就是浪费笔墨？凤月脸色不好看，最后一个字还写错了。他将手里的毛笔往桌上一扔，写了很长时间的一幅字画便毁于一旦。杜先生递给他纸巾，让他擦擦手，然后帮他收拾了残局。片刻，凤月在沙发上坐下来，等杜先生收拾好残局后，他问：现在是什么情况？战家大少爷也来了，刚到不久，现在去医院看望小姐。凤月默了默后，讽刺地道：他用背叛亲妈换来的就是别人探望他一下，值得吗？就算我做再多坏事，我都是他亲妈，他就不能放下那些仁义道德，跟我一条心？要不是他的通风报信，我们的计划也不会前功尽弃。看他的那一刻，我是真想掐死他，也就更恨凤若的亲爸了。要不是凤若的亲爸调换了2个孩子，凤晴是在他身边长大，由他用心培养，绝对比海玲姐妹俩更加的优秀，会青出于蓝更胜于蓝，而且跟他一条心。杜先生知道家主对谁都心狠，唯独对仅有的亲生女儿始终是狠不下心。换成是3位少爷做了那样的事，现在坟头都长青了，小姐却什么事也没有，顶多就是被家主打2耳光。相较于失去性命来说，被打2耳光那算什么？小姐年轻，她的3观已成型，想改挺难的。杜先生叹口气，劝道：家主若是想事成，要么就将小姐软禁，连同方瑶一起，要么就是让小姐继续睡下去，但是后者不太可能实现。现在小姐防家主如同防贼一般，凤月恨不得灭了凤晴，可一想到自己这辈子就只有凤晴一个女儿，她又气得心肝痛。但凡多一个女儿，她都不会容忍凤晴如此的背叛。汽油都准备好了？凤月问道。杜先生答道：准备好了，就等凤莹他们都过来，与家主对峙人齐的时候，便可以实施计划。凤月眼神森冷，嗯了一声，但还是吩咐着，用不了几天，凤莹就会带着他过来，与我当面对峙。那天，无论你用什么方法，都不能让凤晴和方瑶出现，他要与凤莹等人同归于尽，还有凤氏家族里那些看他不顺眼的人。总之，敌人一个都别想活。他只想保住唯一的女儿。凤晴还需要依仗方瑶一生，他才会顺便保方瑶的命。晚上9点，管城。跟姐姐视频通话结束后，海童对洋洋说道：你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给龙庭的礼物一定要记得带上哦。洋洋连连应着，都收拾好了。我就是带点玩具，还要给龙庭的礼物，把我落下都不会落下给龙庭的礼物。海童笑道：你都落下了，你的礼物怎么给龙庭？洋洋不好意思地笑笑。海童抱起他，放他坐在床上，你一仗出差了，今晚跟小姨睡，明天一大早咱们用过了早餐就去你叶叔叔家里了，叫你跟着那些老爷爷们一起去，又不愿意，他们那么喜欢你，会照顾你，照顾得好好的。洋洋往床上一躺，头却枕在海童的大腿上，说道：他们是很喜欢我，可我跟他们不算熟呀。你和妈妈经常说除了你们，让我不要轻易跟别人走的，我怕我会被人家卖掉了。海童哈哈的笑，谁敢卖了你呀？那是不想活了。他想起姐姐刚和周红林闹离婚时，周家抢走了洋洋，想藏起来不让姐姐看孩子。这种招数很多离婚夫妻在争孩子时都会用到，大多数是男方，他们抢走孩子，然后藏到亲戚家里，不让女方看孩子，哪怕抚养权判给了女方，女方都看不到孩子。有些女人从离婚时就再也见不到自己怀胎10月所生的亲骨肉，对他们来说，那是一种折磨及煎熬。而抢走孩子的男人，他们有些是真正疼爱孩子，有些不见得有多爱孩子，就是单纯的不想让女方好过。
不想让女方得到孩子，就是在报复折磨女方。抢走了孩子，他们对孩子也不见得有多好，大多数都是将孩子送回老家给父母照看着。当爷爷奶奶的还会在孩子面前说妈妈的坏话，教着孩子们仇视自己的亲生母亲，哪怕以后母子能够相见，当妈的往往得到的是孩子陌生的仇视。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不爱了就不能好聚好散，好好商量吗？非要闹得那么难看，还让孩子受到无尽的伤害。当初洋洋被周家抢走时，海玲就差点崩溃。洋洋从出生起就是海玲姐妹俩在照顾，周红林这个当爸的也就是偶尔逗一下孩子。洋洋的爷爷奶奶照顾外孙，疼爱外孙胜过疼爱洋洋这个亲孙子，哪怕洋洋是他们家唯一的孙子。洋洋若是要不回来，在周家生活哪能得到好的照顾，不被小宝欺负才怪呢。爷爷奶奶又不会帮着洋洋，洋洋又没有父母的庇护，表哥表姐自然是带着他一个欺负。得亏那时候海童闪婚了战印，战印叫来了他的所有兄弟，查到了洋洋被藏到了周红英那里，当即就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的赶到周红英家里，把洋洋抢了回来。洋洋当时就是被欺负，战印把他救下来时，周红英的长子还对战印拳打脚踢呢。战印看到洋洋被欺负，本就一肚子火气，对于周红英长子的所作所为自然不会包容，狠狠教训了对方一顿。那孩子现在早已上初中，只要听到战印的名字他都怕。洋洋，你还记得你被你大表哥他们欺负，你一仗去把你救回来的是吗？海童忽然问着小家伙。洋洋竟然记得，他说我记得小宝哥还有大表哥都打我，欺负我，我拼命哭，不见妈妈，也不见小姨，我害怕极了。后来一仗就来了。孩子3岁之前的记忆往往会消失，但那场景对洋洋的伤害太大，他始终忘不了。事情发生后，他还做了很长时间的噩梦，还有妈妈救他受伤，满身是血的场景，他也一直记着。我只相信妈妈、小姨还有姨丈、陆叔叔他们。洋洋很认真地道，我爸爸他们我不敢相信。小家伙心里如明镜一般，什么都懂。海童摸着他的小脸，眼神柔和，你是你妈的命根子，不管发生什么事，小姨都不会让你们母子俩分离的。洋洋，你妈妈不容易，你长大后要好好孝顺你妈妈。小姨，我会的，我长大后要赚很多很多的钱，给我妈妈买大房子，买新车，不用妈妈再去上班那么累，也给小姨买大房子。在洋洋的眼里，妈妈那么累，就是为了挣钱，那她长大后就要努力挣钱，让妈妈可以休息，也有钱花。海童笑道，小姨不用你买大房子，你看你姨丈家里的房子够大了吧，小姨不贪心的有个小家就行。在姨甥俩说话间，海童的手机响了起来，肯定是我姨丈想我了，我要接电话。洋洋一咕噜翻爬起来，抢着从床头柜上拿过了海童的手机，看来电显示却不是姨丈。上了一个学期幼儿园的他，有小姨和陆叔叔照顾教导，他是比同龄孩子认识不少字的，其他字他可以不记得，但姨丈的姓名他很努力地记住。是你姨丈吗？看到小家伙拿着手机看，却不接听电话，海童问。不是我姨丈。洋洋将手机递给海童，让海童接听电话。不是姨丈，不是妈妈，洋洋都不会主动接听电话，知道小姨也很忙的，很多时候打电话给小姨的人都是小姨的客户。海童看了那一串阿拉伯数字，便蹙起了秀眉，对外甥说道，这是你爸爸的联系电话。他早就删除了周红林的电话，后来周红林换了新的号码，再次打过来时，海童便没有备注，不过他记性好，接过一次，知道是周红林的新号码，便记住了。我爸爸这么晚了还打电话过来做什么？洋洋嘀咕着。
肯定是想你了呗，要不要接听？离婚后，周红林对洋洋倒是亲近了很多，特别是叶佳妮流产后，他依旧只有洋洋一个孩子时，开始扮演一个好爸爸的角色了，时不时就会关心洋洋一下，周末接洋洋过去玩，给洋洋的抚养费也不曾断过。对于离婚时撕逼过的夫妻来说，周红林愿意按时给抚养费，比很多宁愿养别人孩子也不愿意给亲生骨肉支付抚养费的爸爸好太多了。冲着他这一点，海玲就从不在儿子面前说过周红林的坏话。接吧，洋洋还是选择接听爸爸的电话。海彤将手机给他，让他接听的。能不和周红林说话，他就不和他说话。爸爸，洋洋叫了一声。周红林应着，话里带笑。洋洋还没有睡吗？我要是睡了，就接不到爸爸的电话了。爸爸，你下班了吗？我听到你那边还是好吵。周红林答道，爸爸还没有下班，不过想下班也可以。你小姨在吧？在。爸爸找我小姨吗？洋洋，你想不想回来住几天？你们放寒假了，要不回来住几天吧，你爷爷奶奶想你了。周红林打这一通电话想跟海彤商量一下，接洋洋回周家住几天。放寒假了吗？父母又想孙子了，姐姐将小宝送了过来，只有小宝一个人太无聊，父母就想接洋洋回去，让洋洋和小宝玩，培养表兄弟的感情。只要兄弟俩好，以后洋洋有了大出息，也能拉小宝一把。爸爸，我也想你和爷爷奶奶，不过我明天就要出远门了，不能回去住。洋洋拒绝地道，我和龙婷约好了，明天就去他家里玩，玩到我妈妈放假回来，我才会回来，然后就过年了。过年的时候，我可以回去陪爸爸吃饭。洋洋才不想回周家住呢，他跟爸爸那边的亲戚一点都不亲。随着年纪的增长，他是越来越不喜欢爸爸那边的人。这样啊，那行，你出去玩得开心点，要听你小姨的话。周红林倒是不勉强洋洋回来，其实父母以及姐姐想着，让小宝和洋洋培养兄弟情，以后可以拉小宝一把，让周红林内心颇为不悦，觉得到了现在，父母都还是偏爱着姐姐，什么都为姐姐考虑，姐姐也是总想着从他家里占便宜，要不是姐姐，可能他也不会落得如今只能开网约车的地步。周红林也想过去找回以前的工作，但他去找工作，就算通知他去面试，让他觉得自己有很大的机会，到最后依旧是失望的。那些公司不过是想让他饱尝失望而已，哪怕他和海玲离婚了那么长时间，不再干扰海玲的生活，但是那些人还是怕给了他一份工作，就会得罪战印。反正他们不缺人，何必为了他而得罪战印呢？就只能一地跑网约车了。收入好的时候，一个月也有万把块钱，不好的时候也就是挣个伙食费。天天这样开着车到处跑，真的看到方向盘他都想吐了。但为了生活，他不得不硬着头皮撑下去，跟以前相比差远了，却只能这样过。他都这么惨了，但是姐姐还是很努力的想占便宜。哎，他真是倒霉，才会和周红英成为姐弟。爸爸，我会听小姨的话，很晚了，我准备去休息，明天一早就和小姨去莫阿姨家里了。爸爸，你也早点下班回家休息。洋洋像个小大人似的叮嘱着周红林。周红林心里头暖暖的，他这辈子就只有洋洋一个孩子了，孩子还肯认他这个爸，虽说不算亲的，好歹也没有疏离，也算一种心理安慰吧。结束通话后，洋洋将手机还给海彤，对海彤说道，爸爸要接我回去住几天，我拒绝了，我们明天去找龙婷玩。我才不想回去和小宝哥哥玩呢，小宝哥哥老是欺负我。不过现在我不怕小宝哥哥了，我学了功夫，哪怕他在练武方面没有太大的天分，
但练的时间长了，身体强壮了，力气大了，教练说他坚持练下去，练上几年、10几年的，以后自保的能力还是有的。洋洋不贪心，只要能有小姨那样的身手就行。不想回就不回了。海童摸了摸洋洋的头，温声说道：“很晚了，去睡吧，明天咱们就出发了。小姨晚安。”姨甥俩互道晚安后，洋洋回自己的儿童房里休息。海童跟着过去，看着他爬上床，自己盖上了被子，他帮他关了灯，只留一盏小灯，让房里有一点光，免得小家伙会害怕。那边的周红林在车上静坐了片刻后，决定收工回家，不想再开下去。回到熟悉的小区，他忍不住就想起了和海玲还没有离婚的时候，曾经他也是归心似箭，只要下班了就往家里跑。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早出晚归，对海玲越来越嫌弃的？是从他升职加薪开始，从他有了叶佳妮这个秘书开始吧。富贵不能淫呀，他在这里犯了错，而且他都不算富贵，不过是收入高了点儿就飘了。在这个小区里，周红林也成了整个小区的笑话。当初海玲带着一班人过来，把装修都砸了，动静非常大，整个小区的人都知道。离婚后，他要是过得很幸福还好，偏偏他不幸福，反而是海玲过得很好。整个小区的人都在说他就是报应，只要他和家人出门，别人看到了，等他们走过后，总会在背后嘀嘀咕咕，说着他们家人的笑话，父母都觉得抬不起头来，他倒是无所谓了。等电梯的时候，遇到了对门的邻居，大家相互打声招呼，便没有话说了。数分钟后，周红林回到自己的家门口，掏出钥匙打开了门，推开门进屋，屋里黑漆漆的一片，再也没有人等着他回来，也没有人会给他热着一份宵夜等他回来吃。以前应酬的再晚，回到家里都有海玲照顾他，他也会隔三差五打电话给他，催他早点回家，别喝那么多的酒。那时候他觉得好烦，觉得海玲管得太多。现在想有人管着他，有人关心他都没有了。灯忽然亮了，是周母从房里出来。红林今晚回来的这么早的？周母出来倒杯水喝的。看到儿子回来了，他边去倒水边问道：“有没有跟海童说接洋洋回来住几天？小宝天天在家里喊无聊，说要和洋洋玩，抓紧时间把洋洋接回来。”周红林淡冷的道：“洋洋明天就去 A 市，等到海玲放假回来，他才会回来，没办法接他回来住，他和小宝也玩不到一块儿去。小宝老是欺负他，你们又偏帮着小宝。”他话里有着对母亲的怨气。我们哪有偏帮着小宝？洋洋是我们唯一的孙子，我们也疼爱洋洋的。以前那是我们带大小宝的，感情深一点，不由自主就偏着小宝了。以后不会的了。周母赶紧保证着，他也知道儿子对他们有怨气，怪他们老是偏帮着女儿。特别是上次女儿一家人带着亲家去吃大餐，想坑海童帮忙买单，自然是没有坑到。没想到女儿竟然打电话给他，让他出钱，他不知道女儿在坑他，就给女儿转了钱，还是洋洋说出来的。当时儿子知道后跟他们大发雷霆，说他们夫妻俩在偏帮着女儿，就让他们都搬去女儿家里住，儿子不再给他们生活费。儿子每天出去跑车，一个月赚的不多，都是辛苦钱，又不同以前年收入过100万了，他们是不能老给女儿钱了。洋洋不喜欢和小宝玩，以后休要再说让洋洋和小宝培养兄弟感情。狗屁的兄弟情，我姐就是看我儿子现在条件好了，才想和我儿子培养兄弟情，无非是想让洋洋以后拉小宝一把。就我姐对海玲做过的事，还有小宝现在见到洋洋都还是想欺负洋洋，抢洋洋的玩具，洋洋跟他有什么狗屁兄弟情？哪怕现在的洋洋不再任由小宝欺负，
知道反抗，也能反抗成功，把小宝揍得哇哇叫。但是周红林越想越气，就对小外甥诸多的不满。当初要不是我姐老在你们面前说海玲的坏话，扯是造飞的，说不定我和海玲也不会走到离婚的那一步。周母小声说道，明明是你自己嫌海玲生了洋洋后变胖了，不好看了，出轨那个扫把星才导致离婚的，现在还怪到我们头上来了。但凡你会护着海玲一点，我们也不敢那么放肆。没听说过吗？女人嫁了人，在婆家，老公对她的态度就是婆家对她的态度。老公护着她的公婆哪里会欺负她？只有老公不尊重她，不护着她，公婆才会看菜下碟。既然回来了，就早点休息，明天吃了早餐再出车，不要太早出车。累死累活赚到的钱还没有你以前的1/5。妈也去睡了。周母唉声叹气地回房里，随即关上了房门。一夜再无话。隔天用了早餐后，海童拖着一个行李箱下楼，管家看到了，快步迎上前去，帮忙拖着行李箱，嘴上说道：“大少奶奶可以叫我们帮忙的，箱子不重，就是装了我和洋洋的几套衣服。海童能自己做的事情都是自己做的。”洋洋抱着一个还没有拆开包装袋子的大熊猫公仔，那是他要送给龙婷的礼物之一。他手上也拖着一个儿童行李箱，箱子里面装的都是他常玩的玩具，以及一些要送给龙婷的。看到管家帮小姨拉行李箱，他眼巴巴地看着。管家笑着又从他手上拉过了小行李箱。洋洋，老太太和唐君叶看到小家伙后都朝他招手。洋洋抱着大熊猫公仔跑过去，老太太抱了抱他，便放开了他，叮嘱着去了君家那边要听你小姨的话哦，也要照顾好你小姨。洋洋挺直胸膛，像个小大人似的，说道：“太奶奶，我会照顾好小姨的，不会让小姨累着。”海童笑，没有接话。唐君叶也抱了抱洋洋，很舍不得地放开了洋洋，说道：“去玩几天就可以了，别待那么长时间，我们都会想你的。我和小姨会回来过年的，姨丈说，等他出差回来就过去接我和小姨。”唐君叶笑，那我们岂不是要10几天不能见面？他再次把洋洋拉近前，抱了抱后，又在洋洋的脸上亲了亲，玩得开心点。回来后跟奶奶说说你和龙婷玩了什么游戏，去哪里玩了，吃过什么好吃的东西，给我们带点 A 市特产回来。要不是担心海童发现大家都瞒着他江城的情况，唐君叶都舍不得洋洋这么快去风尘山庄的。平时洋洋要上幼儿园，周末也未必会过来，偶尔过来也就是1、2天时间。大家挺想他的，好不容易放寒假，小家伙又吵着要去见小伙伴。童既然是出去玩，就好好的玩玩，不用惦记着家里。唐君叶又对儿媳妇说道。老太太附和着，就是趁你肚子还没有很大，还没有对你的行动造成影响，好好的玩上一玩。等到肚子高高隆起了，你就算想去玩，自己都不敢。生了娃又要坐月子，出了月子就算要出门，也舍不得孩子。有了孩子的女人，有了软肋，牵制较多，没有那么随心所欲的了。再想随心所欲，就是到了退休的年纪，不用带孙，可以自由自在的，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像老太太如今这样，不过年纪太大了，一般也不会到处乱跑，因为精力跟不上。海童笑道：“战役说了，等我出了月子，就休假1个月，带我到处玩，散散心。说我怀孕生娃，憋着不能出远门，憋坏了要补偿我。”老太太哈哈的笑，只怕到时候你们俩舍不得孩子。现在孩子还没有生出来，小夫妻俩还体会不到，特别是当妈的，刚当妈，哪舍得将孩子扔在家里，自己跑出去玩的？除非是工作需要出差，很多人出差都是能当天回来就尽量当天回来，因为担心家里的孩子。
到时候我给你们俩带孩子，你们想玩就去玩，想上班就上班。唐君叶接过话来，谢谢妈。海童笑着道谢，在战家生了孩子，有保姆照顾，就算自己想亲自带，也会有公婆帮忙搭把手。他肚里的小宝宝是战家下一代的第一人，不论男女，都会得到所有人的疼爱。好了，快出发吧，别让他们久等。老太太笑着催了。老太太婆媳俩一起送着海童医生俩出屋，老神医他们都在外面等着。除了钟伯留在商家养老，钟伯收集到的证据，有商家二少爷跟着过去拿，倒是不用钟伯操心了。其他人都是今天和海童医生俩一起出门，他们也去风尘山庄做客。程玲玲邀请他们过去，不好服了林丫头的意，怕惹林丫头不高兴，她给他们下泻药，能拉得他们两条腿发软。海童带着洋洋出门后，唐君叶才打电话给商太太。商太太很快接听了他的电话。彤彤出门了？商太太问道。刚走的，我看着他和洋洋上了私人直升飞机，看着飞机起飞，飞远了，才打电话给你的。除非他有顺风耳，否则都听不见咱们俩的通话。好，谢谢你告诉我。都是亲戚了，不用那么客气，大家都是一个目的。唐君叶客气地道。商太太笑，你对我也是很客气。等事情了，咱们一起吃顿饭，我请客。话说两位都是管城最尊贵的太太了，但他们在外面还没有一起吃过饭。就是海童嫁入了战家，两家成了亲戚，两位当家太太都没有约过饭，亲近的程度不如唐君叶和苏太太还有陆太太他们。不过苏家和陆家向来与战家交好，唐君叶跟那两位太太来往密切，关系亲密也正常。行，你请我就去，不会跟你客气的。唐君叶爽快地答应了。结束通话后，唐君叶对老太太说道：妈，你说江城那边最后会怎么样？凤月估计会选择同归于尽。闻言，唐君叶脸色一变，说道：那海玲他们岂不是很危险？现在不会，等阿莹带着他钟伯过去了，估计就能迎来结局了。他们凤家2、3代人的恩怨也该做个了断，凤氏家族的很多规矩也会随着这个了断做出改变的。银狐让他徒弟去打听消息，他徒弟比苏腾厉害，探得凤月的阴谋计划了，就告知海玲，让他们防着点，退缩就不可能的了。退了，那件事就一直没有结果。只有面对，真正做个了断，才不会一直牵扯下去。唐君叶理解，但还是担心。他们战家有2位少爷在江城呢。外面传来了脚步声，婆媳俩的谈话立即换了个方向，换成了话家常。老太太问着儿媳，老六在 A 市那边怎么样了？工作顺利吧？让他努力点，可别干不到1个月就被炒鱿鱼，那样就丢脸丢大发了。工作上暂时还是顺利的，不用我叫他努力，他自己会拼了命，那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唐君叶倒是不担心小儿子工作上的事，打小爱做菜的老六对做菜执着得很，有这样一个挑战的机会，他不会轻易浪费的。感情嘛，妈，他才去了几天呀，哪能有进展？就算咱们老六非常优秀，人家欧阳雅也不差的，除非一见钟情。但我觉得欧阳雅不会一见钟情，妈给他们挑的另一半，貌似都不会一见钟情，对他们适合用温水煮青蛙，日久生情。老太太笑道：才去几天吗？我总觉得老六去了好长时间了，这都快过年了，估计不回来过年吧。老太太叹口气，那今年过年，咱们家无法做到所有人都团圆，谁叫妈给他们挑的人那么远，天南地北都有。唐君叶吐槽了婆婆2句，老太太被吐槽也不生气。她说道：现在交通方便，飞机、高铁4通8达的，早上在管城，中午就可以飞到了国外去，
远点怕什么？只要人品好，适合他们就行。你们就偷着笑吧，还好意思嫌我挑的人太远，让你们操心他们的婚事。你们一个个都能愁白头发，还能像现在这样轻轻松松、潇潇洒洒的。老太太摸了摸自己的白发，我就是操心他们那些笨猪的婚事，才会满头白发的。唐君叶看着婆婆的白头发，打趣着：“妈，你完全可以去染成黑发的，你老保养的好，看上去像60出头的人。染成黑发的话，又能年轻一点。不然了，要勇敢地面对现实，面对自己已经老了的事实。”进来的人是宁云初，他进屋听到的便是这对婆媳俩的话家常。奶奶、大伯娘。宁云初走过来，温声问好。婆媳俩扭头，见到只有宁云初一个人，明显是松了口气。婆媳俩还互看了对方2眼。云初呀，来，坐到奶奶身边来。老太太笑着招呼宁云初坐到自己的身边去。唐君叶很识趣地挪了挪地方，腾个位置给宁云初坐下。宁云初坐下。怎么就你一个人，老二呢？小夫妻俩昨晚回的老宅，回来后觉得有点晚了，宁云初便没有过来打扰大家休息。奕晨上班去了，我在家里休息休息，陪陪奶奶。宁云初说话时始终保持着微笑，老太太很喜欢她这副总是淡淡的性子。对，适当的时候要休息，钱是赚不完的，不用太劳累。咱们家也不缺钱，不用你挣钱养家，只要你的公司能够正常运营，发得出工资，不让工人下岗就行。老太太拉着她的手，满脸慈爱。虽说她这一辈子都没有一个女儿，一个孙女，不过以后能拥有9个孙媳妇，她可以是孙媳妇如孙女的，说不定9个孙媳妇中，会有一个人给她添个曾孙女呢。那样的话，她就算是死也能瞑目了。大伯娘，海童还没有起来吗？宁云初过来是找海童的，海童带着洋洋蹭了几位老前辈的私人直升飞机去了风尘山庄。唐君叶答道：“你找他有事吗？可以打电话给他。”宁云初哦了一声，说道：“也没有什么事，以为他过2天才会出门，这么快就去风尘山庄了呀？他这一去，怕是过年才肯回来的了。君家热闹，有几个小孩子比战家的游游山庄热闹多了，我都想去呢，怪想妍妍的。小丫头现在是最可爱的时候。”老太太提到君妍时，眼神都亮了几分，羡慕君老太太能有一个那么漂亮可爱的曾孙女。君妍丫头又好带，老太太从当妈到当奶奶，经手带的孩子10几个了，见过的孩子更多，就没有见过像君妍那么好带的娃娃。君妍虽然不爱笑，但白白嫩嫩的，眼睛又圆又大，偶尔笑一笑，能让人的心都化了。奶奶就别出门了，奕晨他们说了，要看好奶奶，不要让奶奶再到处跑。小辈们开始管着她了。